建兴3年，公元315年，王敦凭借着平定杜涛，顺利晋封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都督江阳、荆襄、交广6州诸军事。而事实上，平定杜涛的主力功臣陶侃，则是被王敦打发到了尚未开发的广州去任职。随后，真正的野心家王敦就要开始作乱了。陶侃南下广州，王敦都督6州诸军事。仅仅1年之后，匈奴人的铁蹄再次兵临帝国的另外一个首都长安城下。晋闵帝为了避免城中军民遭受屠滥之苦，最终选择献城投降。西晋帝国至此灭亡，国祚51年。3、4个月之后，转过年来，曾经参与过长安保卫战的宋哲来到了江东，宣读了被俘虏的小皇帝闵帝的遗诏，要求司马睿总摄朝政，为国血耻，继续肩负起晋家江山。但令人意外的是，司马睿对近在咫尺的帝位却保持了冷静，只是晋位晋王而已。这其中当然有现任皇帝晋闵帝只是被俘虏，还在人世，不能出现2位皇帝的原因。然而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一同建立江东政权的王家，或者说王敦，不同意司马睿进帝位。在王敦看来，在江东地界上不需要一个什么高明远见、果断睿智的皇帝，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服从于世家大族利益的提线傀儡。而司马睿已经年长，不好控制，并不是王敦心里的合适人选。因此王敦毫不掩饰地给王导表态，司马睿称帝，我不支持。当然，王敦此时在我晋还算不得一流人物，王敦不支持，有的是人支持。温峤是刘琨的外甥，他从10几岁开始就开始跟着刘琨抗击胡人。刘琨任平北将军的时候，温峤做刘琨的参军。刘琨升任大将军的时候，温峤任大将军、从事郎中、上党太守、建威将军。等到刘琨再次升任为司空的时候，温峤却离开了战场，带着刘琨给他的使命来到了江南。有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神明，刘琨就是这样的人。他独守北方，胡家退敌，10余年来矢志抗击胡虏，终于活成了晋朝的一面精神旗帜。逃亡江南的世家大族们都曾经亲眼看着太傅司马越的战略部署转瞬之间崩溃，也曾经遭遇过从凶暴胡人的刀口下死里逃生的惊险。北方局势有多糜烂，他们心里最清楚。因此，对于刘琨这个独自守在北方的孤胆英雄，江东朝廷没有一个人不由衷的敬佩，而这种敬佩也投射到了温峤的身上。所以，尽管温峤的职务并不是很高，但是整个江东都投来了青睐的目光。实在，未来左右东晋朝廷的琅琊王氏、汝南周氏、陈郡谢氏、颍川宇氏、龙亢桓氏纷纷向温峤投来橄榄枝，争相结交示好。更有甚者，还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为温，即温峤的温。他就是后来的东晋丞相、录尚书事、大司马、南郡公桓温。话说回来，刘琨抓住机会，主动联合北方尚存的各征镇将军和外族首领，并让温峤代表自己亲自南下劝进司马睿。在刘琨联民劝进的巨大政治支持之下，在闵帝被杀之后天下无主的情况之下，司马睿顺利且迅速地登基称帝，史称晋元帝。此时略显尴尬的人就变成了王敦。王敦有战功，刘琨也有战功。王敦任大将军，而刘琨早就任过了大将军。王敦有威望，但刘琨的威望比他更大，所以计划受阻的王敦决心杀害刘琨。318年6月，在司马睿登基仅1个月之后，破坏了王敦意图的刘琨没有死于战场，而在遥远的幽州被鲜卑人用一根麻绳勒死，随后子侄4人一同被害。给鲜卑人下命令处死刘琨的就是王敦。坦白来说，论内斗，北方大族真的不知道比南方高到哪里去了，而王敦又似乎掌握了我晋政治斗争的精髓，把骗和偷袭发挥到了极致，身法灵活又颇为巧妙地坑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比如王敦执意要杀害刘琨，并不是王敦跟刘琨有多大的仇恨和局域，其本质目的是想打掉支持皇帝司马睿的势力，以达成彻底孤立皇权的效果。此外，为了剪除司马睿的势力，我们上期还说过，王敦借口说司马睿派遣的荆州刺史周乙无力镇守荆州，而强行让陶侃出任荆州刺史。等到陶侃拿下荆州之后吧，他又威胁陶侃必须要去广州任职，不然就杀头。陶侃就是这么硬生生地吃下了这个哑巴亏，咬着牙跟王敦妥协，只身去了广州。然而陶侃愿意吃亏，陶侃的部将可就不愿意了。以邓潘为代表的陶侃旧部
与荆州当地的贼寇杜曾形成河流，造起反来了。荆州立刻再次动荡起来，来骗来偷袭是一把好使的王敦，遇到真正的动乱，立刻变得偃旗息鼓了。面对陶侃旧部和流民军的作乱，王敦再次束手无措，无力镇压。那怎么办呢？很简单，继续骗。去年王敦许诺陶侃说，拿下荆州就任命你为荆州刺史。结果荆州到手之后，王敦给陶侃骗到广州搬砖去了。今年王敦故技重施，给陶侃的亲家公周访画大饼，说如果周先生您能平定荆州的杜曾，那我就上表朝廷，任命您为荆州刺史。然而周访毕竟还是too young，他相信了王敦的政治承诺，带领自己的部队投身到了荆州解放的事业当中去了。而且由于叛军头子杜曾曾经担任过晋朝的将领，此次作乱又是陶侃的旧部，所以战事从一开始就很焦灼。周访经常要冲锋陷阵，接连苦战之下，周访用了近乎1年的时间才平定了杜曾。等到杜曾之乱终于好不容易解决了，果然没有意外发生。王敦继续上演着不要脸的把戏，抢先一步派遣自己的堂弟王毅出任荆州刺史，转而把周访任命为凉州刺史。当然王敦也自知理亏，为了安抚周访的情绪，王敦亲自写信给周访道歉，还送去了一大堆玉环玉碗以示赔偿。周访大怒，当着王敦使者的面把礼物摔到地上，说王敦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做买卖的拿几个破烂就想收买我？就这样，在随后的日子里，周访的生活就只有一个目的了：诛杀王敦，夺回荆州。面对周访的愤怒，王敦既没有办法消解，又不能真的把荆州放给周访，因此他也只能充满焦虑地僵持着。而另一方面，王敦的野心也被别的军界大佬所警惕。当王敦装模作样地派人问祖逖，试探祖逖对于自己遥控朝廷的态度之后，祖逖当即勃然大怒，警告王敦。他给使者说，你回去告诉王爱黑，让他不要对朝廷心存不敬，他要是敢作乱，前脚出发，我后脚就剿灭他。长江南北2个率领重兵的将领都对王敦如此强硬，一时间王敦也确实不敢轻易妄动。然而黑天鹅事件再次发生了，就在王敦紧张兮兮地应对周访的时候，周访本人却意外地去世了。其实永嘉南渡之后，南下北方士族很难和江东豪族分庭抗礼。王导司马睿把王敦从江东朝廷派出来，并让他全权代表朝廷外出征战，其目的就是希望王敦占据长江中上游地区，从而借助顺江而下的地理优势，威慑江东江南豪族，以达到拱卫健康京师的目的。如今随着周访突然去世，荆州可谓是不战而得。司马睿惊奇地发现，原本放出去拱卫京师的王敦，如今却变成了京师头上的一把刀。王敦也神奇地发现，本来只是想单纯威慑江东豪族，如今竟然能够威慑所有人，包括司马睿和朝廷，这就不得不让王敦的心思动起来了。司马睿处于长江下游，直接掌控的兵力少得可怜，面对越来越势大的王敦，司马睿开始感到惶恐。王敦在外掌军权，王导在内掌相权，他俩的造型也太像我们家那个司马师和司马昭了。当年景皇帝司马师废过皇帝，文皇帝司马昭杀过皇帝，现在的这个王敦和王导又会对我做什么呢？有鉴于此，司马睿决心出手，准备打击王家。虽然在江东中央朝廷近10年来一直是王导在主持工作，但如今王家势力实在太大，王导也不免要捎带手的打击一下了。司马睿任命自己早年间还在琅琊王氏的2个旧臣刘伟和刁协为心腹重臣，用刘伟和刁协分担了丞相的职权，名正言顺、程序正当的架空了王导，从而将王导排斥于中枢之外。而刘伟上任之后，则开始替司马睿安排地方都督，提前布局应对王敦。周访去世之后，司马睿派遣襄州刺史甘卓出任凉州长官，表面上是填补周访的空缺，其实真实目的则是为了让甘卓近距离地牵制王敦。王敦也当然明白司马睿的意图，但是他却坦然接受了甘卓的上任，因为甘卓从襄州离开前往凉州，那么襄州长官的位置就空了出来。王敦正好想要把自己的人安插在襄州。事实上，在王敦的计划当中，凉州的位置留给司马睿，而襄州的位置留给自己人，这是王敦自以为的君臣之间妥协的默契。然而司马睿最终还是打破了王与马之间的默契和微妙平衡，他驳回了王敦的上书，反而转手让自己的叔叔乔王司马承上任襄州。襄州的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湖南一带，司马承的到来相当于给驻节于武昌的王敦背后插上了一把刀。这一举动
在当时明眼的政治玩家当中，无异于一个重要且危险的信号。它不仅标志着王与马之间出现了裂痕，更是标志着江南从今往后的主要矛盾，从南北氏族之间的矛盾转向了皇权与世家的矛盾，转向了京师与荆州的矛盾。对于司马抢占襄州、凉州的安排，王敦虽然很愤怒，但却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能上书朝廷，替疏离王导鸣不平。大兴3年320年，王敦上书，为王导被排斥于中书之外而发表不满，并请司马睿回忆当年所说的“吾与卿即冒红，当管鲍之交”的誓言，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即希望司马睿能够遵守当年的诺言，不要行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事。这道奏书到了朝廷之后，被王导退了回去，而王敦却再次派人送交朝廷，不过这一次是直接送到元帝司马睿。司马睿看到这份奏书是什么心情，虽然没有明说，但司马睿心里那份郁闷和窝火是免不了的。史书明确表达了司马睿的态度：不满、愤怒、忌惮。虽然王敦奏折当中口口声声称自己上书不是为了兄弟，而是为欲忠于社稷，但司马睿还是表现出了对方并不想理你，而且想抓紧时间准备搞你的反应。随后，朝廷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兵、雍、冀6州诸军事，出镇合肥；任命刘伟为镇北将军，都督清、徐、幽、平4州诸军事，镇守淮阴。打出的名义是防备北方的胡人，以准备北伐，而实际上的目的就是准备对付王敦。被司马睿的无情伤了心的王敦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又不能发作，只能上演名场面。他抱着个痰盂，拿着个如意，一边敲痰盂一边唱歌，唱的还是曹老板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意思就是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活曹操，你等着我挟天子以令诸侯吧。然而就在王敦 cosplay 曹操，天天敲痰盂，以至于痰盂的边都打烂了的时候，事情又起了新的变化。东晋朝廷草创初期，为了得到江东士族和乔姓士族的支持，王导、司马睿曾经给予了江南地主很多特权，而这些地方宗族势力也经常会做出一些不法勾当，比如抢人田宅、武装械斗、私藏人口等等。有鉴于永嘉之乱前后危险的生存境地以及北人南下的寄居地位，王导、司马睿对这些行为基本上都选择了视而不见，或者说默许。然而刚刚走马上任的司马睿的心腹刘伟却是一个刚正的大臣。刘伟执掌朝廷纪律，有监察和弹劾之权，而刁协任尚书令，大小文件政策都要经过他的手。他二人的执政风格，史书上称之为克岁之政。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整顿纪律来给人找不痛快，突出一个加强皇权以法治臣，抑制豪族，敲打百官。具体手段就是对任何威胁到皇权巩固的人，瞅谁不顺眼就参谁办谁。然而，连永嘉之乱三境江南都没有能伤到那些江北江南豪门大族，刁协刘伟仅靠弹劾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无非是招致更多的怨恨罢了。不仅如此，为了对付王敦，没兵没人的司马睿集团把目光打到了江南豪族的口袋。北方沦陷之后，大量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南下避难，过江之后的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只能沦为高门大族的奴仆，依靠在大族的荫庇之下做佃户或兵丁，以此来混一口饭吃，求得生存。其实，在两晋南北朝期间，人身依附是门阀政治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这一点我们会在未来加以阐释。王敦叛乱之前，这些奴仆事实上虽然是高门大族的私人财产，但名义上他们并没有因犯罪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被打成奴籍，只是没有登记在册而已。因此名义上他们都是合法公民，只不过是被豪门隐藏起来成了黑户。司马睿为了把这部分人口拿到手中，下诏令宣称免除这些人的奴籍身份，并将他们统一编入军队，归附刘伟和戴渊指挥。提前剧透一下，其实两晋南北朝期间窝藏人口的现象屡见不鲜，里面有非常复杂的经济基础的逻辑。与之相对应的，打击窝藏人口，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的土断之策也是屡屡实施。比如大司马桓温就曾经主持过庚戌土断，太傅刘裕主持过义熙土断。这两次打击豪族窝藏人口和虚报土地的整顿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被称为豪强肃然。然而桓温和刘裕是在个人大权在握、威望肃处的阶段，才开展了非常得罪人的土断政策。但眼下的司马睿、刁协、刘伟，他们的威望比得上大司马桓温和太傅刘裕吗？
这就造成了本来无论是南方大族还是北方高门，都把这批活不下去的人口看作是给南方地主的隐形福利。结果司马睿集团横插一手，非要进行改革，抢夺人口，导致无论是南人还是北人都非常不满。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世家大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并逐渐演化成一股政治势力。走到这一步，王敦造反的时机也基本上已经成熟了。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终于在321年祖逖去世之后，王敦决定不再忍耐，开始造反。当然，理由是清君侧。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向朝廷上书列数刘伟的罪状，并以诛杀刘伟为名发兵建康。王敦之乱正式爆发了。